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，今年第14号台风灿树路径真的是难以捉摸。气象局原本在今天早上是预估它会从西南部沿海北上，和西半部呢擦边球过去。但是最新的预测呢，现在是大幅修正了，不排除灿树台风它很可能呢会从宜花登陆，而接下来呢，随着太平洋高压东退的程度跟时间，这个路径都还会有调整的空间。只是以目前的路径来看，气象局最快在今天深夜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而路警发布的时间很可能会在明天的下半天，而对台湾影响最剧烈的时间，可能就是会落在周末。一篮又一篮的鸡蛋赶在台风要来前赶快送上船，就怕台风来袭，绿岛居民恐怕断粮。而在台东码头边也有渔船陆续进港，提早做防台。灿树台风持续往台湾靠近，东台湾严加戒备，因为气象局路径大幅修正，不排除它会从花东登陆。太平洋高压预估在星期5到星期6会减弱东退，如果太平洋高压比较早减弱，或是减弱的幅度很大的话，台风就有机会在比较偏东边的方面北上。现在包含日本和美国都认为灿树将提早北转，从东部海域北上的几率相对较高，但欧洲和台湾气象局都还是不排除登陆可能。欧洲认为从宜兰登陆几率比较大，但气象局目前预测登陆点可能是在宜花交界处。如果路径不变，将在9号深夜发布海上台风警报，10号下午就可能海陆警齐发，而影响台湾最显著的时间点就在周日。星期6到星期天是台风最接近我们的时候。星期天这一整天，台风如果就在我们上空，各地天气都相当不稳定，会下阵雨或雷雨，也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。由于太平洋高压东退势力可能比预期的强，让各国模式预测都大幅修正。灿树台风路径难捉摸，仍有调整空间，偏东还是偏西多一些，影响台湾大不同，必须持续关注。记者徐成库报道。灿树台风逐渐的逼近台湾，但是往来东港小琉球的东流线，今天一早依旧是人潮满满，不少的民众赶在台风来临前带着家人到小琉球观光。小琉球的民众倒是提前准备抢购蔬菜、粮食。另外，交通船的业者也将在今明2天增开往返班次，协助疏运旅客。东流线码头涌现人潮，不少民众趁着好天气，携家带眷搭船到小琉球观光。刚才有风开尾来，我知啦，北环的还好啦。没有开船就再多玩一天嘛，所以我们提早一天来玩。尽管灿树台风来势汹汹，游客玩性不减，趁着风雨前夕享受阳光假期。只是对比游客兴致勃勃，小琉球居民未雨绸缪，提前储备粮食。这遐济货是讲风开尾来先。载着一袋袋生鲜蔬菜粮食赶着上船，就怕周末风雨太大，交通船停驶，岛上断粮。而交通船业者也提前做准备，因应台风到来加开班次。目前我们预计今天会加1至2班在礼拜5之前，我们还是会持续提供加班船。就怕台风停航，业者连续2天加开船班疏运，要赶在台风来临前将小琉球旅客平安送回家。记者苏世伟评论报道。好，决战疫情呢，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广打疫苗。在今天又有91万剂的 BNT 疫苗到货了，目前累计呢已经有184万剂的 BNT 到货。而按照规划，这批疫苗要优先给12到22岁的民众来接种。只是随着Delta病毒入侵家长就很担心了。本来预计在9月23号起校园开打，会不会学生都还没有打到，学校就要停课了呢？指挥官陈时中他就回应了，如果呢只是这个预防性的停课，当然还是可以施打。第二批91万剂 BNT 疫苗清晨抵达台湾，连同2号送抵的93万剂，目前已有184万剂 BNT 疫苗到货。接下来疫苗怎么打？指挥官陈时中这么规划：这2批目前是规划给我们12岁到17岁，那还有这个18岁到22岁相关的年轻人先来施打。好，那接下来如果再计划再确定，再跟大家讲。年轻人优先，但接下来是否依年纪往上开打还没定案，也暂不全面开放混打。只是才开学1周就频频传出学校停课消息，但校园接种 BNT 预计9月23号开打，家长难免担心疫苗开打时，万一碰到学校停课怎么办？那看是怎么样的一个停课了哈。如果是一个
纯粹只是一个非常预防性的一个停课，那当然可以来施打。那如果在隔离中的话，那可能要等隔离完再打。有家长团体建议，可以复制暑假疫苗快打站模式，征用学校空旷的地方，让学生分流接种，扩大疫苗接种率。教育部则回应，会在和卫福部研拟相关对策。至于确诊过已有抗体的学生，如果想再打疫苗，恐怕要再等等。确诊后打疫苗是6个月之后嘛，当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，那当然就会特殊的安排了。疫苗整体量还不够多，每一剂要如何运用，就看中央如何妥当分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市幼儿园感染 Delta 病毒传播链呢，也连带造成了在板桥的某一个社区大楼现在出现了确诊。那么在这个社区呢，是分为 A、B 2栋，目前确诊者都是集中在 B 栋，隔离的标准呢就引发了争议。因为呢 A 栋的住户现在全数呢采检都是阴性的，所以他们只需要进行自主的健康管理。但是 B 栋的住户呢，虽然大部分也都是阴性，不过还是要全面的来清空，送往集中检疫所。甚至呢，就连带小孩子来看一下 B 栋新买的房子的夫妇呢，也当场被匡列隔离。但是仔细看看哦，这2栋大楼紧邻，甚至呢包括了他们的大厅、停车场、游戏室呢，都是共用的开放空间。但是隔离的标准大不同，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。而对此呢，指挥官陈时中也提出了回应。我阴性。收到 PCR 阴性报告，板桥某社区大楼 A 栋住户终于松一口气，乖乖自主健康管理。但问题来了，有一对在 B 栋购买新房子的夫妻，带着孩子到场查看装修进度，碰巧遇到大楼清空，当场被匡列隔离，直到被送往检疫所时，还在要求可否不要隔离。要送到集中检疫所前，我们都会做疫调。然后看他在这个地方接触的状况来做决定。还有非大楼住户早已向大楼承租停车位，过去也会时常进出大楼牵车，这回却不在匡列名单中。我没有接到通知因为我们公司还蛮担心的，所以要我主动来报到。B 栋大楼爆出确诊者后，住户被下令清空送往疾检所，而 A 栋住户全数采检阴，只需要自主健康管理。同个社区隔离办法却出现2套标准，指挥官陈时中亲自说明。当然每一个都有它一定的关系了，我们不会从确诊者的接触者到接触者的接触者，又接触者一直往下换，那这样是这个循环是没有办法做完的。Delta 变异株入侵，由于传播力强，扩大接触者的匡列。原先是确诊者的接触者就得居家隔离，现在连确诊接触者的接触者也得做预防性隔离。如此一来，要是第2圈的接触者确诊，能确保第3层的接触者已经被匡列；如果没确诊，也能确定外圈的接触者相对安全。我们当然会修订我们相关的指引来因应这样的一个情况。社区大楼确诊风波还没平息，隔离标准也引发讨论。记者林琼、傅诗涵、李和荣、林奕欣，新北市报道。